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能够实现财富自由的路径是什么？你们最终能够达到的财富自由的量级是多少？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我们抽到的第一组牌的这张星币2啊，我觉得你们实现财富自由的方式应该是同时去做2件不同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斜杠青年啊。你们在主职工作之外去做一个副业，可能这个副业它是你们内在的自发的一个兴趣和爱好，在你们热爱的基础上去做这个副业，有可能这个副业和你们的主职工作是有联系的啊，你们利用主职工作所积累的人脉或者说资源去打造一个自己的生产资料。所以说星币2的话，它对应的是你们实现财富自由的方式是非常稳健的，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啊，有一个副业的收入，心态很稳健，通过长时间的数十年如一日的积累，就会慢慢的走向正轨啊，最终你们的副业会替代你们的主业，不仅是财富自由，还有时间自由。所以说我觉得你们能够实现财富自由的量级，它的上限不太好定义啊，因为这组牌你们是有着自己的收入的，如果现在没有，以后也会有，你们赚的这个钱是体现在工资之外的，这个副业的收入啊，少则几千，多则几万，而且呢，它这种副业的收入，它也不是躺着就能赚钱，而是说多劳多得。然后第2张牌是正义牌啊，正义的话呢，我觉得它是你们实现财富自由的方式啊，或者说你们所在的领域啊，它可能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有着很多的规则、束缚和限制。而且呢，正义牌的话，也对应的是你们从事的行业和领域需要很高的门槛，可能需要通过一些职称的评定还有考试。正义牌这张牌呢，如果说它对应的是你们的副业的话，那它应该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和行业，就是当你们进入到了一个新兴的领域和行业当中，你们才能够去制定这个行业当中的规则。那么第3张牌呢，星币国王啊，我觉得你们在实现财富自由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个贵人啊，图像特质它指的是摩羯、金牛或者说处女。那么星币呢，就代表的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贵人，他可能是你们的前辈、老师啊，他手中的星币代表的是他拥有你们所需要的某种资源、人脉或者说经验，通过这个人能够加速实现财富自由，或者说加速实现你们自身的副业发展。这个人他之所以会帮到你们，是因为他看到了你们身上的潜力和价值，或者说你们拥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你们会在一个契机下展示自己，正好被这个人看到，他就会来帮助你们。而这个图像特质的贵人呢，他属于那种不会干预你们的想法，他更像是会对你们进行一个投资，他是你们的一个天使投资人，会给到一些资源，给到一些钱，给到一些建议，但是又不会干扰你们的自由意志。他的这种帮助啊，形式是比较自由的，这个人是你们在尝试着开启自己副业的过程当中所认识到的。而第4张牌呢，力量牌啊，力量牌呢，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啊，你们可能会刻意的把自己身上的这种野心和锋芒藏起来，在外人看来你们有一点与世无争，岁月静好，但是其实你们内心当中是很有危机感的，你们一直在尝试着突破自己。所以说力量牌呢，我觉得你们实现财富自由的方式，它是有一个平稳的过渡的，从副业变成主业，最终变成一个自由职业者或者说创业者。因为力量，你们内心当中的那头雄狮，它一定会让你们变成一个主导者，就是你们不会把命运交到别人的手上。而且呢，这张月亮的逆位的话呢，我觉得它是有一种想象力和创造力被压抑了，就是你们未来会在一瞬间发现自己内在所蕴含的这种想象力和创造力，你们之前可能一直都处在一种很压抑的状态里边。逆位的月亮就代表的是你们潜意识深处一直都有一个你们非常想做，但是又因为时机不成熟没有做的事情，你们内心当中会有一种本能在驱使你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去付诸于行动和实践。你们内在的这种无法抑制的本能和天赋，它就会像一个种子一样，总有破土之日。所以说我觉得你们未来的话可能会打破那种思维的束缚和禁锢啊，开创一个流派或者说新兴的领域。
其实你们并不是关注最后能赚到多少钱，而是你们在突破自己思维层面的自我限制的这种限制性信念以后，你们才能够做成更大的事情。这个限制性信念就是你们常常会感觉自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你们每天日复一日做的一些事情，坚持的一些事情啊，在若干年以后，你们会惊讶于自己的成就。所以说我觉得这张正义的话，它其实带来的，它是一种怎么说呢，公正的态度和利他的主义，利他主义和利他精神。你们在利他的过程当中会得到更大的回馈，也就是说你们未来做的事情一定是有关于分享的，利他的，通过利他主义来得到回馈和财富。而且呢，正义牌的话，你们自身所拥有的这种坚固的意志啊，能够让你们有能力去打造比普通人更为深厚的护城河。而这个星币女皇呢，我觉得就是你们自身是有着这种土象特质的，金牛、摩羯啊，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埋头苦干的精神，它本来就是一种脚踏实地的能量。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在追逐财富的过程当中，你们可能会选择一条很少有人会选的路，因为那条路会很难走，看上去蜿蜒曲折。但是你们知道那条路看上去难走，但是那是你们的心给你们做出的选择。这是你们人生的必经之路，你们越走到后面，你就会发现啊，当初选择的那条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掉队。只要你们能够坚持到最后，你们就是赢家。而且呢，这组牌，它给你们的一个建议啊，就是这个星币2，我觉得你们在上学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自己有点偏科。这种偏科就是你们优势的学科，你们学起来特别的轻松，特别的有天赋，但是有的学科你们天生就不感冒。说明你们的个人特点非常的鲜明，你要把你们自身的这种优势利用到极致，但是呢，你们的短板呢，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最重要的是，你们未来发展的上限是取决于你们的长板而非短板。如果你们能够利用自己的长板去做一些适合你们自己的事情，就会非常的轻松，事半功倍。所以说，你们往往能够实现游刃有余的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领域，去实现绝大多数人实现不了的成就。这组牌的你们其实是有着很强的开阔精神的。星币女皇也对应的是你们是有能力在一个领域当中持续的去深耕和扎根，不断的结出果实，枝繁叶茂。星币女皇也是在提醒你们啊，对于财富的积累一定不要求快，因为最快的捷径永远是脚踏实地啊，没有脚踏实地建立起来的东西就无法形成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撑。而逆位的圣杯8呢，就是你们在追逐财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长时间的被困在了某个地方。它是一个逆位牌，也就是说，你们转运的标志就是你们能够冲破这种环境的阻碍、束缚和枷锁，来到一个新的环境里边，来到一个和你们自身能量所匹配的环境里边，这样你们才能够大展拳脚。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的发展不尽如人意，其实不是你们的问题，而是整个环境的问题。你们要脱离一个环境对你们自身的束缚和禁锢，这样你们来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当中啊，和你们自身所匹配的能量匹配的环境里面，你们才能够找到那些志同道合的人，这样你们实现财富自由的概率才会大大的提高。所以这组牌其实是鼓励你们去探索一个新的世界，踏出舒适圈，扩大自己的舒适圈。所以说圣杯8，我觉得它就是在鼓励你们去到一个更大的舞台、更大的城市、更多的人群聚集的地方，连接到很多人的能量。你们连接的人越多，你们自身的社会意义啊，你们自身的价值也就越大。要记住啊，你们所做的事情一定是和分享有关的，和你们自身的这种利他主义有关。一定要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去展示自己，连接到很多人的能量。越是分享自己，建立的连接越多，你们所得到的财富和金钱上的回馈也就越多，你们自身也就变得越富足、越丰盛。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首先第二组牌的话，我们抽到的是一个太阳牌啊。我觉得太阳的话呢，关于你们未来取得的财富，你们财富的上限一定和你们自身的这种性格层面的转变有关的。因为太阳它本身代表的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能量场，你们会变成一个创造者，你们会成为一个创造的中心，一定是某种积极的能量的扩散和传播。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收获到财富，也就是说，你们自身所散发出来的能量一定是阳光的，积极的，能够给别人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也就是说你们自身的存在能够让这个世界因为你们而变得有一点点不一样，或者说你们身边的人在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能够被你们身上的这种情绪所感染，你们天生的这样的一种性格能够轻而易举的获得别人的信任和依赖，这就是你们未来最宝贵的财富。这种财富它其实是基于信任而带来的一种交易或者说消费。第二张牌呢，审判啊，我觉得你们实现财富自由、获取财富的路径啊，它是需要你们经历一些事情，在这个事情当中，你们受到了挫折和打击，就好像撞了一堵墙，被弹回来了。这个时候你们就会有一个顿悟，在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命运的审判之后啊，你们才能够领悟到财富的真谛。而且呢，它是和宝剑三这张牌我觉得有一定的联系的，就是在追逐财富的过程当中，追逐自由的过程当中会走一些弯路啊。宝剑三代表的是你们可能会失败2到3次，但是在第3次的时候，你们会得到一个顿悟，又或者说天启，能够让你们突然想明白一些事情啊，在经历这些事情啊，沉淀下来的这种经验和阅历，能够帮助你们在未来获得大量的财富。这组牌你们的财富路径啊，是这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可能是做一些非常大的业务项目啊，因为这个审判牌它是格局很大的，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都是那种很难搞定的事情。你们会构建自己的一个护城河，但是你们一旦搞定它，就像挖井一样，一旦你们挖到水啊，这个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财富收入。但是呢，在没有挖到水之前呢，可能你们挖到的都是土啊，不断的向下深耕啊，它是需要一定的耐心的，它可能是以一种被动的财富增长的形式出现的。而且我觉得这组牌你们的这种，因为会有一个性格的转变吧，我觉得可能你们在成长的一个阶段是比较内向的，但是你们看到了一些，或者说你们经历了一些事情，让你们意识到这种性格的转变是有必要的，所以说你们会从一种内向的内敛的性格变为一种比较外向的、比较开放的、包容的这种特质。而且你们的自身的这种真诚是很容易收获到别人的信任和依赖的，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后期的这种性格的转变啊，可能你们会去做一些说服类的工作，演讲、表演、自我展示，也有可能会和互联网有关，因为你们通过互联网能够极大的扩张自己的影响力。你们的影响力越大，你们能够变现的财富也就越多。你们自身有一种内在的热情驱动着你们啊，赚钱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你们在自我实现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收获到的。而且星币10呢，它有一种暗示啊，就是说家和万事兴啊，赚钱的起点一定是从家庭开始的。我觉得抽到这组牌，你们也许是有某种家族层面的遗产是可以继承的，就是你们的家庭给你们提供的一些初始的资源人脉，就是你们的起点啊，你们的起点比一般人也要高一点。你们自身的这种财运和家族的运势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你们并不是单打独斗的，而是你们的命运和家族的命运是紧紧绑定在一起的。你们未来从事的工作、事业发展方向和你们整个家族的过去和未来紧紧绑定在一起。而我们抽到的第4张牌逆位的命运之轮啊，就是说你们的这个财运一定是会有一个转折点的，当你们跨过了这个转折点之后才会时来运转。但是呢，我们现在抽到的是逆位啊，所以说我觉得你们现在可能正处在一个命运的逆周期当中，就是你们感觉做什么事情好像都有一种阻力，但是一旦当你们跨过了那个命运之轮的逆位以后啊，你们会感觉到有如神助，好像风口和运势都是站在你们这一边的。那么我们古人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其实放在现在的话也就是3年河东3年河西，所以说这个命运之轮象征的周期就是3年，每3年会有一个运势的反转，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3年你们会有一个很大的这种时来运转的感觉。接下来的3年你们怎么过，它会决定你们未来30年的发展。我觉得接下来的3年取决于你们在当下每一天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又会遇到怎样的人，和他们产生怎样的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们需要记住一件事啊，就是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啊，它一定是可重复的、可积累的，并且它在做的过程当中能够扩展你们的人际关系网。如果你们做的这个事情它能够满足这3点的话，那你们收获到财富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包括这张宝剑骑士啊，我觉得你们自身的性格呢，还是会有一种冲锋陷阵的将军的这样的一种个性，或者说才华的。你们有这种领导力啊，
会自然而然的去解决，或者说你们会站上去解决那些最难的问题，你们会冲在前头，有一种凝聚力和感染力啊，在一个团队里边，你们需要做的就是结交一些平等的朋友和伙伴，在平等的位置上相互激励和帮助，而不是索取和消耗。所以说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因为这个宝剑骑士啊，你们其实是很骄傲的，有着强大的自我意识，在很多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兴趣，非常突出的创造力。对于你们来说，实现财富自由的关键是要构建一个有活力的朋友圈。所以说星币侍卫的话呢，我觉得手上的星币就代表的是3年之内你们应该是会得到一个商机的，这个商机它应该是来自于某个行业高速发展所带来的风口，你们抓住了这个风口就能够一飞冲天。而接下来的3年它就是你们转运的3年啊，你们每走3年背运就会走3年的正运，正运和背运相互交替，对于你们来说啊，低潮的时候就要把自己蛰伏起来，君子藏气于身，待时而动，熬过这个低谷期啊，高潮的时候就尽情的去享受成功带来的喜悦，学会顺势而为啊。所以说这组占卜当中我们抽到的这个审判啊，你们的财富的格局是很大的，你们在来到一个事业的顶点之前，可能也会有一个比较长的低谷和瓶颈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要珍惜这个瓶颈和低谷期，你们会看到很多的真相，会经历很多的苦难，但是这些都是为了积蓄力量，并且你们越是在逆境当中，你们就越能够崛起，然后生发出一种向死而生的勇气。抽到这组牌啊，你们是拥有大格局的，需要做一些很大的项目，甚至在别人看来有一点不切实际，甚至不可思议，但是你们内心当中有一种隐约的声音告诉你们，你们可以达到那个目标。正是因为你们内在的这种生命能量啊，你们可能会很难相信，很多年以后你们会从无名的大众当中崛起啊，冒着被放逐被嘲笑的风险露出头来啊，因为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原因在驱动着你们向前，你们内在的这种生命意志啊，最终会鞭策你们，内在的意志会生根发芽、生长、开花结果，最终完整的绽放自己啊。所以说我觉得在财富的这个课题上，你们是可以跨越你们原生家庭原本的这个阶级，把你们一生所积累的这个财富带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的。所以说我觉得这组牌的话，因为抽到了很多的星币牌，星币1、星币10还有星币4，你们一生当中能够得到的财富量级应该是在7位数到8位数左右，并且呢，这张审判也代表的是你们这个财富的格局是非常非常大的。你们赚到的这些钱，可能就是因为你们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很短的时间内收获到巨大的财富啊。所以说，对于这种财富的积累，它不是线性的，而是到了某个临界点的时候突然的爆发。所以我觉得抽到这组牌，你们未来应该大概率会自己创业。不是那种稳定的收入形式，它是不稳定的，就是它的优势就会是让你们在一夜之间暴富啊。突然的收获到巨大的财富，但是可能在这之前你们一直就是在和那种不确定性做对抗的，你在你们的一生当中一定有1到2次这样的一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啊。对于你们来说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你们的能力，而是你们把握机会的能力，把握财富机会的能力。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要打开自己啊，构建一个有活力有能量的朋友圈，这能够让你们及时准确的把握这个世界发展的脉搏和动向，能够让机会出现的时候，你们能够第一时间抓住它。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第3组牌，首先你们是这个愚人啊，就是你们对于金钱其实并不是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欲望或者说概念，你们是有一点随遇而安的那种类型啊。你们相信的一句话就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所以说你们对于财富的态度其实还是蛮中立的，你们既不讨厌它，也不会过多的迷恋它。你们只是仅仅把金钱看作是通往快乐的一种工具啊，不会被它奴役，不会被它控制。愚人他是有一种大智慧的啊，就是有一种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自制力。你们对于自己有着很清醒的认知啊，你们对于金钱或者说财富其实是有一点佛系的，不会强求什么，但是呢也不会让自己躺平，而是能够真正的尊重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啊，顺其自然。我觉得抽到这组牌，你们在金钱的这个课题上面，首先特别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你们没有太强的功利心，反而可
可能说你们未来会从事的一些工作呢，它会涉及到一些公益属性啊，可能会有一些慈善性质。然后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你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啊，反而会得到一些机会啊。就是说这个钱呢，它不是你们精心策划，带有很强的目的性才赚得到的，它是你们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一些事情里边啊，水到渠成，它就是会流动在你们的身边。它是有一种，不缺钱的人才会拥有更多的钱。也就是说，并不是说你们真的不缺钱，而是说你们对于金钱的这种心态呢，其实是不匮乏的，是非常富足的，反而更容易让金钱在你们的身边和周围流动。星币六呢，它其实也有一种从上至下的分享，就是你们分享的可能是某种思想理念，或者说作品，或者说分配的是某种资源，能够帮助到别人。通过自身分享的价值和身边人，或者说和一群陌生人建立连接啊，这个时候你们就会像一个磁铁一样，不断的吸引一些人和事向你们聚集。那我们抽到的这张的 Empress 女皇，你们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自身的这样的一种魔力吧。你们的社交都是被动社交，你们只要在一个场合当中什么都不做，就会有一些人来主动的认识你嘛。这是一种很难去把它讲明白的人格魅力啊。这种人格魅力在你们获取财富或者说追逐自由的过程当中，它会非常的关键。我觉得可能也是和这个愚人有关系的，就是你们自身其实没有太强的功利和目的性，你们不是带着很强烈的目的去社交的，这样反而更容易让身边的人放下戒备和你们真诚的去交流。它是一种境界吧，类似于无招胜有招，好像是最高明的销售，他是不着痕迹的去销售的，甚至根本没有想要销售，只不过是在分享自己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价值。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圣杯三啊，因为你们自身的特质呢，我觉得你们实现财富自由，它不是靠你们自己来完成的，而是你们在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两个贵人，他们因为欣赏你们自身的这种特质啊，会自愿的来帮助你们。他们两个人手举圣杯，会把你托举到更高处啊。这也是因为你们自身的这种人格魅力，会让你们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这两个人呢，一个是宝剑国王，一个是权杖三啊，一个是风象特质，一个是火象特质。你可能会组成一个团队啊，三个人的能力是互补的，刚好像拼图一样拼接到一起。宝剑国王他是这种风象特质啊，天秤、双子或者说水瓶，很自我、很独立、很聪明，智商很高，做事有逻辑、有规划、有条理，思路清晰，思维缜密。而这个权杖三呢，它是一个火象特质啊，狮子、白羊或者说射手。行动力特别的强，但是不爱说话，他是一个行动者，一个决策者，很独立，很自主，很强的责任心啊，属于那种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类型。在一个团队当中呢，你们呢是这个女皇，就是你们是一个团队的粘合剂啊，你们是一个组局的人，你们会把这些有才能的人聚集到一起，发挥他们的特长。所以我觉得抽到这组牌，你们对于未来的这个实现财富自由的路径应该是最清晰的。就是你们会找到一些特定的人，拥有特定才能的人，把他们联合在一起，一起去做某件事。而且你们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带有太强的功利心，并不是一定要赚多少多少钱。你们做这件事可能只是为了好玩，或者说你们就是热爱。权杖五的逆位的话呢，它是你们自身所具备的另外的一种非常宝贵的特质和能力，就是你们能够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能力。这种能力让你们很擅长去处理那些复杂的局面啊，在别人看来一头乱麻的问题，你们能够快速的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并且把它解决掉。就是你们自身的能力啊，在人际关系上让你们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另一个呢，就是你们能够一眼看到事物的本质啊，能够找到问题的根源，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那么这张星币呢，就是说你们在未来创业或者说组建团队的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个人啊，他是愿意给你们投资的啊，因为他手上有一个星币，星币它代表的是一种资源，可能说会给到你们一笔钱，让你们去持续的做那些正确的事情啊。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实现财富自由的话呢，这个阶段有两个，一个是找到正确的人来协助你们，第二个是找到愿意投资你们的一个人或者说是一个组织。一方面呢，你们有合适才能的人去做着对应的事情，另一方面你们有资源啊，有金钱，你们可以分配这种金钱，让这个钱流动起来。然后呢，这个圣杯三它就是把合适的人组合到一起，
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你们自身呢，一定是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因为你们自身是非常温和的，所以说这种合作它一定也是良性的、可持续的。未来你们能够实现的这个财富的量级，并不是以你们个人去定义的，而是以一个团队去定义的。你们3个人的这个团队未来能创造的价值或者说财富，可能1年能达到7位数左右啊，就是3个人的团队1年大概能创造100万级别的利润。它就是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你们3个人各司其职啊，互相之间心有灵犀。而且这组牌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未来从事的这个行业，领域呢，它是一个领域当中的更细分的一个领域啊，有一点新颖，并且你们这个团队呢，会是一个行业或者说细分领域当中的领跑者、规则的制定者和开创者。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